漫威新剧《秘密入侵》目前已经正式开播，整体风格是类似美队2的那种谍战悬疑风。那么这期我们就来先解析第1集的剧情内容。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正片。在莫斯科的某条巷子里，罗斯特工接到了同事的电话，随后罗斯前去与他会合。走时他还将手枪上了膛。见到同事后，发现他的神情非常激动，原来是他发现在最近各个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乱事件，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主谋，那就是30年前来到地球上的斯科鲁人。当年尼克弗瑞和惊奇队长承诺会给他们一个新家园。 I'll help you find a home. 但这么多年了，他们却一直没有履行承诺。于是斯科鲁人改变主意了，他们不再期待于那新家园，而是要成为地球新的主人。由于斯科鲁人能够随意变换容貌，并读取对方最近一段时间的记忆，所以同事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其他人，只对他唯一信任的罗斯特工讲了这件事。他还拿出了能证明此事的视频。罗斯看完之后说会将情况反馈给尼克弗瑞，但同事却在此刻突然暴起，想要杀死罗斯特工。还好之前上膛的手枪派上了用场，成功击毙了对方。离开房间的罗斯立刻联系了希尔特工，但此时的他却被一名男子跟踪了。罗斯见状飞奔上天台，并从天台上一跃而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此时希尔特工也赶到这里，举起枪警告对方不要靠近，但那名男子却瞬间改变形象，原来竟是斯科鲁人塔洛斯，而地上的罗斯也渐渐露出了真面目。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疑问，罗斯探员是什么时候被斯科鲁人调包的？结合人物和剧情分析来看，罗斯探员应该是在黑豹2中被奥克耶救下后被顶替掉的。罗斯的身份是 CIA 的核心成员，能够接触到大量绝密情报。如果在黑豹2之前就已经被调包的话，斯科鲁人绝对不可能为了帮助苏瑞他们而放弃如此重要的信息渠道。随后收到消息的尼克弗瑞返回了地球，弗瑞和希尔来到一家酒馆，在这里希尔向他介绍了事情的大概情况，但此时的他因为朔灭事件的影响，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种事情已经不再那么关注，还是在床上考虑了许久之后才决定插手此事。之后塔洛斯讲起了斯科鲁人的现状，他自己已经被逐出了议会，一个叫做格拉维克的新人笼络了大量斯科鲁人，想要占领地球作为新的家园。而斯科鲁人由于不会受到核辐射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基地就选在俄罗斯的某个废弃核电站中。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叫做抗俄美国人的势力团体，企图挑起两国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再利用研制的新型炸弹一举灭绝人类。Your species will cease to exist. Going for a walk. You're going for a walk in Moscow at night. You're going to stand out. 镜头转到白宫，战争机器罗德正将尼克弗瑞的消息告知给总统。原来尼克弗瑞前往太空站是为了创建太空防御系统，这次回来是严重的擅离职守，甚至还可能别有私心。听到这等言论，总统立刻让罗德着手调查此事。相信看到这里，许多人都会对罗德的身份感到怀疑，因为按照罗德的性格，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背后打小报告的事。这个罗德很可能就是由斯科鲁人假扮的，这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疑点。走在街上的尼克弗瑞感到背后一阵发凉。Дочка, дочка, что ты тут делаешь? Иди домой, быстро. Дочка, быстро. 之后他就被几个陌生人给带走了。拿下头套后才发现，原来绑架自己的竟是老朋友索尼娅。索尼娅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管，与尼克弗瑞有过合作关系。弗瑞猜到他突然现身俄罗斯，还用这种方式与自己见面，肯定有着紧急事件。结果也不出他所料，索尼娅也是为了斯科鲁人叛乱一事而来。但经过简单的交谈，索尼娅才发现眼前的这个尼克弗瑞在经过朔灭事件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因此拒绝与他合作。之后两人不欢而散。画面一转，一名男子来到了某个废弃核电站前，但却被守卫给拦下了。龙妈的新角色加雅也在此时登场，而这个加雅就是塔洛斯的女儿。在男子展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也得以进入核电站内部。加雅也为男子介绍了这里的基本情况，如果只想安心生活，那么就待在基地，格拉维克会保护他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名战士，并获得自由外出的机会。随后加雅来到基地的隐私处，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成为一名战士的全过程。 What is your name? Warrior. What is your fight? Skrullos. What is your dream? Home. In my own skin. Bring in the shell. Americans against Russia. They're
dreams are about to come true. Take his face. Now take his mind.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仪器在读取被顶替者的记忆，这个仪器在惊奇队长中就出现过，当时斯克鲁人还用它来读取鲸队的记忆。转回到尼克·弗瑞这边，他虽然没有和索尼娅成功合作，但他在索尼娅那安装了窃听装置。之后，弗瑞、塔洛斯、希尔三人开始监视索尼娅那边的情况。从索尼娅那里，他们得知了莫斯科有5名能够制造炸弹的专家，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格拉维克的目标。于是弗瑞打算抢在所有人之前找到那些专家，以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镜头来到格拉维克这边，他也获得了小弟搜集来的信息，尼克·弗瑞这次就是为了解决他们而回来的，但他的状态大不如前，瘸了一条腿，又瞎了一只眼，应该闹不起什么风浪。之后格拉维克给加雅下达了任务，让他拿着钱去专家那儿带回炸弹。You for Christian? Да. 恰好此人也是尼克·弗瑞的目标，他们根据索尼娅的线索也来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对专家展开了讯问，没想到专家拒不配合，并与塔洛斯打斗了起来。原来这名专家也是斯科鲁人，于是塔洛斯让弗瑞不要插手，自己能够解决。 It is my fight. I said no. 但塔洛斯毕竟年纪大了，不是对方的对手，弗瑞只得开枪击毙了对方。在外围观察的希尔也发现了加雅的身影，于是立马上前跟踪他。加雅当然不是吃素的，发现了希尔的跟踪行径，两人打斗了起来。但希尔只是普通的地球人，完全打不过加雅。好在塔洛斯及时赶到支援，追上了加雅。Last warning. It's what you always say, but there's always another. 塔洛斯认出了这是自己出走的女儿，于是打出了亲情牌，说你妈妈最后的遗言就是找回加雅。 Her last words? Fine, Gaia. 并暗指害死加雅母亲的就是格拉维克的组织，但加雅还是一把推开塔洛斯，带着炸弹离开了，直到回到了隐蔽的角落，才释放出了悲伤的情绪。之后他回到了基地，并说自己任务过程中遭到了阻拦，问他是否认识阻拦者。加雅撒谎说不认识，并说现在有外敌阻挠，是不是应该放缓执行任务的节奏？ To the contrary, thanks to you, we have the bait. 听到这话，加雅愣在了原地，他于是决定反水，并在晚上与父亲见了面，将格拉维克的计划告知给了父亲。 The attack is planned for tomorrow, Unity Day. There are 3 bombs. And Gravik knows you'll be there. There's so many operatives in the field. 100 at least. Most of their identities are kept secret even from us. Tomorrow, there are 3 couriers, including me, all at once near Mosedi Ninier Square. I'll mark each bag with infrared spray. 福瑞他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提前在红场做好了埋伏。加雅按计划将背包传给了另外2人，福瑞3人也分头追踪他们。但这时，诡异的事情又发生在了福瑞的面前，几名他曾经见过的路人接连出现，并将他慢慢带向了广场中心。另一头，塔洛斯与希尔也拿到了跟踪目标的背包，但他们打开后却发现里面是空的，这是个障眼法。福瑞跟着的人也转过身来，竟然是格拉维克，他引爆了炸弹，整个红场瞬间乱成一团。格拉维克也在人群的掩护下成功撤离。希尔看到尼克·弗瑞后立马上前，但对方却向他扣动了扳机。珍妮克·弗瑞也在此时刚好赶到，于是假尼克·弗瑞变回了格拉维克，离开了现场。斯科鲁人利用自己的能力，将尼克·弗瑞一方拿捏得死死的。这一仗，人类获得了个惨败的结局。我们也看到了易容术可怕之处。好了，以上就是《秘密入侵》第1集的全部内容。估计大家看完之后，心里肯定有1万个疑问：为什么这才第1集就把希尔这个元老级角色给下线了？希尔他真的死了吗？据我分析，希尔这次肯定是真死了。估计这也是导演想通过希尔的死来表明这次事态的严重性，突出斯科鲁人的压迫感，让观众感到更加刺激。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点，那就是本剧的片头全部是由 AI 生成，虽然是 AI 做的，但片头的内容还是值得说道。首先就是被摧毁的斯科鲁星，斯科鲁人搭乘的飞船逃离母星，接着就是尼克·弗瑞返回地球，但此时的地球已经被斯科鲁人严重渗透，还出现了莫斯科和伦敦的画面，这也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斯科鲁人和人类握手，指的当然就是弗瑞和塔洛斯的合作，而这个斯科鲁人和弗瑞的头像融合，我认为这其中有2种含义，一种就是指弗瑞和斯科鲁人的通力合作，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指代剧中的弗瑞也被斯科鲁人给
调包了，所以剧中的表现才那么差异。另外还出现了几位政治人员和剧中的美国总统，又有白宫的镜头，暗示斯克鲁人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的政治高层。片头中还出现了佳雅，紧接着就是国际象棋的镜头，其中的小冰棋子先是变成了王后，再变成了国王。而在国际象棋的规则中，小冰棋子确实能生变成其他棋子，但是却不能变成王的。但片头中的小冰却变成王了，而王是国际象棋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棋子，暗指的就是佳雅就是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并最终一步步成为斯克鲁人的新领导人。而且在福瑞和希尔在酒馆见面时，他们的桌上就摆了一副国际象棋，可能暗示的是这一切都尽在福瑞的掌握中。而最后一半正常一半发绿的地球，指的肯定就是斯克鲁人已经渗透了地球的各个层面。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制作不易，还请多多点赞支持。